呢，咱们是来到了济南，参加 Smart 精灵5号超级电混试驾会的。你看我们后面很多的车，这次我们就是要从济南，然后一直开到开封，整个来看一下它的这个续航达成率到底怎么样，包括它的能耗，因为其实它的数据其实各方面都还不错，整个的这个综合续航呢也是能够做到1600多公里。所以今天咱们就具体来看一下它的实际表现到底怎么样。兄弟们，咱们现在呢已经把车给开起来了。那我们现在是去菏泽午餐点的一个路上，大概的这个里程是有一个将近240公里。刚才呢我们这些什么小机里程呀、乱七八糟的都给大家清完了。然后设置呢，我们是把这个空调打开了25，然后1档的风量。其实我们没有按照那种就是特别苛刻的那样的条件给大家去跑这个能耗，我们就比较正常，车上3个人。然后今天呢天气也比较晴朗，我们后边是放了一些行李。现在这个模式它就是一个智能混动的这个模式，因为它有3种嘛。那在这个路上呢，咱们先来浅聊一下这台车吧。其实之前我们是给大家拍过它的一些静态的体验的，所以如果你比较感兴趣的话，可以在我们的主页往前去找一找，那期给大家聊得很清楚。当我第一次把它给开起来的时候，我有几个点。第一个，我是觉得它这个 HUD 真的非常好用。现在其实是早上10点，这个太阳其实也挺大的，但是我们现在看到的前面的这个 AR HUD， 第一个它是有25寸多，面积特别的大。第二个就是它还挺亮的，就即便可能在这种大太阳的情况之下，你也会觉得说看着也比较清楚，而且上面显示的这些信息啊也足够咱们去使用了。还有就是刚才我们一上来打开它这个音响，它是森海塞尔的，而且我发现就是它把这个扬声器的这个布局的特别的好。比方说我们前面打开它那个双闪，甚至它那个双闪的声音你都会觉得还挺有质感的。我们可以给你放一段，你感受一下。还有呢，就是我觉得它的静谧性做的真的是不错。现在呢，我们这个速度已经踩到80多、90，就这样的一个数据。然后刚才你也感受了，就是它的这个音响，就即便我们是在速度特别快的这种情况之下，它也是相当有质感的。就甭管说你自己在城区里上下班这个跑40、50或者70、80这样的状态。另外就是你看啊，我们今天带了这个仪器。就是这个数据还不错吧，咱就是直接拿数据说话。确实我觉得就是在现在的这个状态，你不管是跟后排的人说话呀，还是我们前排聊天什么的，就会觉得它这个静谧性做的真的还是挺好的。除此之外，我觉得还有一个点，它做的特别的贴心，也很细节。就除了奔驰祖传的这种调这个按钮什么都在门板上之外，它在你的座椅下边，比方说副驾，它还是给你设置了这样的好处呢。就比方说你副驾的朋友在调这个一键零重力的时候，你调好，你不用说我再去门板上够了。所以这一点你看，我觉得就是豪华品牌，它能给你想得很细致，这一点咱们必须得点个赞。咱们现在马上快到了啊，跟你来分享一下我们这一路大概的一个体验。其实现在我们已经跑了将近快240公里了，起始的时候是1600多嘛，因为它的综合续航本身就是能跑1600多，然后现在它居然还有1370多，雷神的这个超混它真的不是白说的。之前其实大家就早有耳闻嘛，然后这次我觉得自己体验下来就会发现，其实它的这个标是一点都没虚，甚至会有一点那种反向虚标的感觉。而且我们这次里程啊是4.9，今天整个行程可能90%都是在高速，然后可能会有10%的路程是在城区。总之就是一路体验下来，你会觉得，因为它本身我们是用了这个巡航的嘛，然后你就会觉得就既省，而且你也会觉得开着也挺舒服的。我们一路其实大概用的都是混动的模式，但是就基本上是听不到它的发动机的噪音的。而且这个车它本身就是有170多种隔音材料啊，等等等等，所以就会让你感觉到，就我们在体验的时候就会觉得车里特别有质感，因为很安静嘛，你一进你就会觉得哇，整个氛围它很到位。另外 HUD 它也是比较贴心的，因为我们刚才在过一些隧道的时候就会发现它上面的这个文字，比方说我们在一个特别暗的环境之下，它就会变暗，然后出来一下有那种强光的时候，它要给你调亮。第一个是让你会感觉到比较舒适，第二个也会比较安全。
朋友们，咱们终于是到这个开封了啊！从济南一路开过来，差不多开了将近有个小400公里了，历经5个小时。我们自己的那个小白车有一点脏，然后找了一个展车来跟你聊一下我们刚才的数据。其实今天一路上大概有个370公里，然后我们起步的时候就是1600多，现在看下来还有个1177，所以其实它的这个能耗啊，包括整个电量表现真的还是挺好的。而且其实我们综合跑下来，上面的数字就是4.8升每百公里，这个其实也算是比较省了。我是觉得其实它的整个的这个续航，不管是它的纯电续航还是综合续航，在它整个级别来说都还是比较领先的状态，一下给你干到了1600多。所以这个数据，如果说你们家有加重装的话，那你上班的这个路又比较短，其实200多公里的纯电续航也足够你每天上下班通勤代步，基本上你拿它当纯电车开也完全没有毛病。所以其实在这个级别来说，它的这一套能耗做的真的还是挺好的。还有就是它的热效率啊，在这个级别来说也是行业第一。它的这个3档 DHT 的这个技术，确实我们自己开下来能够感受到的，就是它油跟电互补起来那种完全没有顿挫感的感受是特别舒适的。我今天一路跑下来，基本上就一直拿那个混动的模式开，也没有把它切成是纯电的模式，但是我自己就感觉到好像就完全感受不到它发动机的那种介入。一个是没有噪音嘛，第二个你就会感觉到它的那个起步啊，包括你在走的时候，它那种丝滑的程度真的就很像电动车的那种感觉。另外就是它的这一套超级电混的技术，我觉得真的还是挺好的。因为其实之前吉利的那一套在各种各样的车型上，它也是得到验证了。今天我们自己跑下来就能够看到，吉利跟奔驰他们把自己各自很擅长的东西都结合到一起了。一个是非常有底蕴的豪华品牌，还有呢吉利它自己的有一些混动技术啊，还有它的智能化，包括奔驰的这些豪华的座舱等等等等，加在一起，你就会感觉到这台车它特别像一个6边形战士。而且我们今天一路开下来，它的这个综合的这个功率300多千瓦，动力也是非常强劲的，所以呢就看下来你就会觉得它其实还是挺能打的，就在这个级别来说。之前我们在静态那期节目里边呢，跟你聊了一下它很多内饰的部分。那今天呢，我们就捡几个比较重点的部分。如果说你比较想听详细的内容，那你可以在我们的主页往前找一找。首先，内饰的颜色里面有2个，除了我们今天上午自己开的那个浅蜜棕的颜色，这个是比较常规的黑色。那其实我是觉得可能浅蜜棕会更好看一点，它可能会跟外边的那种感觉也会更搭一点。当然你喜欢哪一个，也可以在我们的评论区下方来告诉我们。那我们自己使用下来是觉得，其实它这套车机也还可以，它里边的这个芯片呢，基本上就是8295的2倍。你不管是使用起来那种丝滑程度，还是就是它 UI 的那个界面设计。说到这儿呢，其实我真的还是想说一下，就是其实 Smart 我觉得它一直都还是挺听劝的。之前其实我们在它的一些其他的车型上就会看到，比方说它中控扶手这儿这个按钮，可能比方说啊，就是在这儿，它之前有一个车型是在这儿，然后下面的消费者一说，然后它可能就在下一次车型换代升级，它就给你往前移一点。再比方说屏里边，可能大家就会觉得有一些界面设计是有一点点花里胡哨的，然后它现在就给你做的非常的简洁。所以我觉得听用户的话，可能他们的这个产品，包括他自己的企业也会做得更加的长久一些。这块屏呢也是能分屏操作的，然后在副驾前面有一个浏览器，你打开里面它就有各种各样的网站，你想看这些网站，它就可以直接在你上面去那么操作了。最后呢，再来跟你做一个小小的总结哈。这台车我觉得特别像我刚才说的，就它特别像一个6边形战士，几乎就是它的各种特点里面是没有短板的。首先就是作为在豪华品牌里边，它的这个智能化，包括就是它的智驾方面，其实在豪华车里边它还是属于就是比较第一梯队的选手。第二个呢，就是它在新势力里边，然后它又有这个豪华品牌的属性，所以呢你就会觉得它特别像一个6边形战士，就非常能打。再有呢，就是它在各种方面，它的这个特长也很多，比方说它的外观啊，包括还有就是它的智能化，以及就是它的空间，包括就是还有它车里的那些豪华氛围啊，等等等等，都会让你觉得这台车它的性价比特别的高。它不到17万的起售价，它就能给你很多很多的豪华的属性，包括还有就是它的这个省油啊，以及就是它的能耗等等等等，这些方面其实都是能够给你带来就是很不错的、很有性价比的一个体验。那如果说你对这台车比较感兴趣的话，你也可以去你当地的4S店进行试驾。那以上就是咱们今天这期的全部内容了，我们下期再见吧，拜拜。